我最后一次见到那间诊所是2020年的秋天，彼时台北信义区的那条老街早就拆干净了，原地起了一栋玻璃幕墙的商办大楼，1楼开着连锁咖啡厅，门口排着队，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，但我还是听见了那个声音，就是那种嘿嘿嘿嘿的，像有人捏着嗓子在笑的声音，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又好像就贴在我耳朵根子后面。绿灯亮了，我低着头快步走过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这事儿得从2015年说起，那年我刚退伍不久，在台北租了间小套房，没什么正经事儿干，整天泡在 PTT 上。我的女友小轩在信义区一条老巷子里的牙医诊所当助理，她从大学毕业就在这里工作，算起来也有6、7年的时间了。诊所的面积不大，是临街的门面。1楼是诊疗区和候诊室，屋子后方有一道铁门，直接通往地下室。地下室原本是一间储物间，后来诊所老板简单收拾了出来，里面摆放了一组沙发、一台电视、一张折叠床，主要用来供医生和助理轮休使用。说是休息区，其实这个地方待着格外不舒服。我第一次去接小轩下班的时候，他带着我下去坐了一会儿。地下室的楼梯十分狭窄，水泥墙面刷着一层白漆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墙面的漆大块大块脱落，露出了底下灰扑扑的墙体底色。灯是老式的拉线开关，轻轻一拉会发出啪的一声，日光灯管闪烁几下才会亮起，全程伴随着嗡嗡的电流声响。地下室大约20来平，靠墙摆放着一排铁皮柜，角落堆放着一些过期的牙科耗材，空气里萦绕着一种特殊的味道，并不刺鼻发臭，只是格外沉闷，就像是一间常年无人居住的房子，被彻底封死了所有通风的窗户。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，这个地方阴阴的。小轩白了我一眼，让我别乱说话，不要吓他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在小轩入职之前，有一位离职的医生临走前特意和同事们叮嘱了一句话，他说地下室有问题，你们平时多注意一点。至于具体是什么问题，那位医生没有多说。诊所的吴老板今年50来岁，从事牙医行业20多年，医术精湛，性格却比较沉闷。他平日里很少和员工闲聊、排班、发薪、进货，所有事务都是公事公办。小轩告诉我，吴老板早年诊所生意惨淡，差点直接倒闭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诊所运势突然好转，上门的病人源源不断，口碑也慢慢做了起来，诊所才得以一直经营到现在。至于运势好转的缘由，从来没有人敢问过诊所除了吴老板之外，还有2、3名轮班的医生以及4、5名助理。小轩是诊所资历最老的员工，算得上是半个管家。他曾经和我说过，吴老板的办公桌上常年供奉着一尊小型神像。这尊神像并不是台湾常见的关公或者妈祖，造型十分怪异，黑底金边，面部轮廓模糊不清。有一次小轩打扫卫生，多看了神像几眼，刚好吴老板走进办公室，神色不自然地将神像转了方向，让神像面朝墙壁。他只说了4个字，别碰那个。从那之后，小轩再也没有靠近过那尊神像。这些细碎的怪事在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放在心上。直到那一年的秋天，吴老板出国进修，时长整整1个月。诊所的门诊时间被拆分打乱，有时候一整天只有半天有医生坐诊，其余的时间都由助理轮流值守看管。诡异的事情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发生的。第一个遭遇怪事的人是小轩的同事 MM 的胆子很小，圆脸，说话轻声细气，格外怕黑。那天轮到他独自值班，吴老板不在，诊所也没有坐诊的医生，整个下午诊所都没有进来一位病人。M 索性把卷帘门拉下一半，独自跑到地下室的沙发上看韩剧，一直看到傍晚，屋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了砰砰砰的沉闷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拍打卷帘门。M 以为是前来就诊的病人，连忙起身跑上楼。可当他走到门口，巷子里空空荡荡，看不到半个人影。深秋的傍晚，路灯还没有开启，冷风从半开的卷帘门灌进屋内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M 心里泛起一丝寒意，但没有多想，
转身准备返回地下室。可他刚走到楼梯中段，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四周太过安静了，地下室沉闷又带回响的环境，将他的呼吸声放大得一清二楚。他低头看向地下室，原本开启的电视不知何时自动熄灭了，漆黑的屏幕倒映出他半张脸庞。他十分确定自己没有关闭电视。M 在楼梯上愣了几秒，硬着头皮走下楼梯，拿起遥控器按下开关。电视屏幕瞬间亮起，韩剧的画面和声音恢复正常。他松了一口气，重新躺回沙发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啪的一声，整个地下室的灯光全部熄灭。这不是电压不稳的闪烁，而是被人干脆利落地关掉了总开关。M 后来和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他说，灯光开关装在楼梯口，距离沙发至少有5-6步的距离。灯熄灭的瞬间，他清晰听到了开关弹簧回弹的声音。这绝对不是跳闸，是有什么东西亲手关掉了灯。吓得连滚带爬，摸黑冲上楼梯，跑到巷口的便利店，蹲在门口给小轩打电话，声音早已吓得变了调。我陪着小轩赶到现场时， M 蹲在便利店门口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之后我壮着胆子独自返回诊所查看。地下室的楼梯上躺着一只死去的大老鼠，老鼠的皮毛已经干透，四肢僵硬蜷缩，看起来已经死去很久了。我询问 M 是否见过这只老鼠，他摇了摇头，表示从未发现。我没有再踏入地下室，将死老鼠清扫干净扔掉，锁好诊所大门，带着小轩回了家。当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反复琢磨着一个关键细节。M 说，在灯光熄灭之前，电视就已经先关掉了。是先关电视，再关灯光，就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他，耐心的一步步地掐灭了他身边所有的光源。M 的事情过去没多久，诡异的怪事就落到了小轩身上。那天同样是他一个人值班，吴老板还没有回国。有了 M 的前车之鉴，小轩死活不肯去地下室，一整天都守在1楼柜台后方。傍晚清点账务的时候，他整理好了当天的现金，一共有3-4万新台币，整齐摆放在柜台上，转身去打开身后的保险箱。就在他的手握住保险箱把手的瞬间，啪的一声，屋内所有灯光骤然熄灭，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声响，一模一样的干脆利落。小轩瞬间浑身僵硬。他后来告诉我，那一刻他后颈的汗毛全部竖起，仿佛有一个人紧贴着他的后背站立，温热的呼吸几乎贴在了他的耳畔。他摸黑快步走到开关旁，重新打开了灯光。灯光亮起的那一刻，他第一时间回头看向柜台，柜台上的几万块现金凭空消失了，台面干干净净，连一张收据都没有留下。小轩急得快要哭出来，翻遍了柜台、抽屉、桌底、椅缝，一无所获。最后他颤抖着双手打开保险箱，发现那叠现金整整齐齐摆放在保险箱正中央，不是随意堆砌，而是像专业的银行柜员一样，一张张整理平整，边角对齐，端正地摆放着，就好像有人悄悄帮他收好的一样。小轩盯着那叠现金看了10秒钟，不敢多待，抓起包立刻逃离了诊所。那天晚上，他迟迟不敢和我说起这件事，直到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最近总是黏着我，不肯让我离开，他才吞吞吐吐道出了全部经过。我问他，是不是自己恍惚间随手放进去的？他红着眼眶摇头，坚定地说，转身前明明在柜台上关灯的几秒间隙，灯亮之后，钱就出现在了保险箱里，全程不超过5秒钟。我沉默了许久，心中寒意四起。如果是小偷，绝不会把钱锁进保险箱；如果是恶作剧，不可能摆放得如此规整。那个未知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为了搞破坏，它一直在模仿人类，模仿人的动作，模仿人的习惯，模仿帮人收好财物这种看似善意的行为。这种无声的模仿，远比张牙舞爪的鬼怪更让人恐惧。陈医生是诊所最年轻的医师，30出头，身形高挑清瘦，平日里话很少，性格温和。他离职前的1个礼拜，我照常去接小轩下班，刚好碰到休诊吃饭的他
诊所当时没有客人，我们两人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闲聊。起初我们聊的是棒球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问我相不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。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他像是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讲起了自己的遭遇。他说自己从小体质特殊，很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。自从来到这家诊所工作，只要踏入地下室，就会莫名犯困。这不是熬夜后的疲惫，而是浑身被重物压制，肩膀酸胀无力，头脑昏沉浑浊，就好像有东西一直趴在他的肩膀上。前几日诊所只有他一位医生，客人寥寥无几。他带着游戏机到地下室打发时间，玩着玩着，意识突然瞬间断开，不是困倦睡着，像是有人直接拔掉了他大脑的电源线。等他恢复意识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，全身动弹不得，典型的鬼压床状态，眼睛可以正常睁开，四肢却重如灌铅，无法挪动分毫。紧接着他听到了诡异的笑声，嘿嘿嘿嘿的声响从更衣室的方向传来，声音不分男女，像是有人刻意捏着嗓子压低声调，尖锐又阴冷。他费力转动眼珠望向声源，看见一个通体漆黑的身影从更衣室里缓缓移了出来，不是正常的行走，是悬浮平移。那个黑影的姿态极度诡异，双臂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掌向外翻折，手腕弯折的像是断裂一般，腰肢扭曲摆动，跳着一种莫名怪异的舞蹈。陈医生说，这段舞步类似泰国传统舞蹈，却更加扭曲夸张，肢体关节的弯折角度完全违背人体常理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脸，黑影有着一张惨白的人脸，眉毛纤细乌黑，弯成夸张的弧度，嘴唇涂着艳红的口红，嘴巴咧开的宽度远超正常人类的极限。说到这里时，陈医生的双手不停发抖。他说那双眼睛格外诡异，瞳孔不停旋转，像两个小小的黑色漩涡。黑影一边跳着扭曲的舞蹈，一边发出嘿嘿的怪笑，一点点朝着他的方向平移靠近。他拼尽全力想要动弹，想要呼救，身体却完全不受控制。就在那张诡异的脸即将贴到他脸上的瞬间，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瞬间惊醒坐起，拍他的人是 MM 站在沙发旁，神色不耐地告诉他，楼上有病人就诊，让他立刻上去。陈医生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询问 M， 刚才下楼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？ M 脸色骤然一变，没有回答，转身快步上楼。陈医生说，他从 M 的神情里可以确定， M 也看到了那个黑影，只是心怀恐惧，不敢言说。这次谈话结束后，不到1周，陈医生就递交了辞呈。他离职时走得十分仓促，连自己的白大褂都留在了地下室更衣室的衣架上，白大褂口袋里还塞着一张皱巴巴的白纸。陈医生离职之后，诊所短暂恢复了平静。小轩的姐姐出差，将家里饲养的法国斗牛犬寄养在小轩这里，一同留下的还有一台家用宠物监控摄像头。那段时间，诊所一台手术临时推迟，大家闲来无事，小轩便把小狗带到诊所玩耍了一整天。晚上下班回家，他忘记带走监控摄像头。当天夜里，我辗转难眠，身旁的小轩睡得很沉，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突然弹出了监控 APP 的推送通知。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手机，点开了监控画面。诊所的诊疗室一片漆黑，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透出一抹惨淡的微光。画面噪点重重，画质模糊，充满了老式恐怖片的压抑质感。我盯着画面看了许久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正准备关闭界面，墙上突然有东西动了，一道黑影从画面右侧缓缓平移进来。黑影走到诊疗椅旁，伸出一只畸形的手，轻触椅背，随后慢慢移到画面正中央，静静伫立不动。我心跳骤然加速，双手放大了手机画面。就在画面放大的瞬间，黑影猛地转头，直直看向了监控镜头。一张惨白的人脸瞬间占满整个屏幕，细眉红唇，嘴角咧到耳根，挂着诡异的笑容。一双旋转的漩涡眼眸让人不寒而栗。我手一抖，手机险些摔落在地。
我强压心底的恐惧，再次看向屏幕，黑影依旧伫立在原地，对着镜头诡异微笑。他清楚地知道我正在看着他。紧接着，他的身后陆续移出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黑影，无数黑色身影在漆黑的诊疗室里缓缓蠕动，如同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提线木偶，在黑暗中无声舞动。就在这时，床底传来了细碎的呜咽声。小轩姐姐的法斗不知何时惊醒，从床底钻出来，跳上床窝在我怀里，浑身剧烈发抖，发出狗狗极度恐惧时才会有的低沉哀鸣。我紧紧抱着小狗，盯着手机监控画面，一整夜不敢合眼，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可怕的念头：他看到我了，他会不会找上门来？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昨夜的诡异经历全部告诉了小轩，他吓得脸色铁青。但吴老板当天回国，他不得不正常上班，我在家纠结了整整一天，下午还是放心不下。赶到了诊所，我将陈医生的遭遇，我亲眼看到的画面全部当众说了出来。在场的助理和实习生听完，脸色全都无比难看。有一位实习生小声坦言，自己也曾见过跳舞的黑影，一直以为是眼花看错。还有几名员工表示，也曾听到过地下室传来的嘿嘿怪笑，一直误以为是巷外的杂音全程。吴老板黑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沉默许久后，他起身走出诊所，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他脸色铁青，独自走进了地下室。10分钟后，他从地下室走了上来，手里用报纸包裹着一个物件，大小近似一尊花瓶或是一尊佛像。他给每位员工都发了红包，通知大家提前下班，去庙里走走祈福，随后便独自离开了。小轩后来猜测，吴老板带走的是常年供奉在地下室角落的那尊黑底金边神像。从他入职第一天起，这尊神像就摆在那里，面目模糊。他一直以为是普通的土地公或是财神，可一尊用来祈福求财的神像，为何会招来这些诡异的东西？当时的我们完全找不到答案。吴老板取走神像后，诊所表面上恢复了平静，但这份平静就像薄冰覆盖在深水之上，看似安稳，实则随时会崩塌碎裂。当天晚上 M 独自值晚班，他害怕不敢独处，打电话让小轩过去陪他。不巧我和小轩当时在外用餐，无法立刻赶过去，只能安抚他稍后就到。挂断电话不到10分钟， M 再次打来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已经哭到崩溃。他说自己在便利店已经跑出诊所，再也不敢回去。我们赶到便利店时， M 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眼神空洞呆滞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魄。小轩连忙询问缘由， M 断断续续道出了刚刚的惊魂经历。方才他打扫完诊疗间，准备归位诊疗椅旁的显示器，漆黑的屏幕如同暗色镜子，清晰映出了他身后的景象。空无一人的诊疗椅上，直直躺着一个披发的人影，人影看不清面容，侧着头静静和他对视。 M 吓得尖叫出声，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，疯了一样冲出诊所，躲进了便利店。我和小轩听完，两两对视，心底满是寒意。当晚我们不敢返回诊所，关灯锁门，直接拉下卷帘门，上锁离开。小轩反复拨打吴老板的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彻底压垮所有人的最后一件怪事发生在1周之后。当天夜里10点半，我和小轩在诊所附近吃完晚饭，小轩想去诊所1楼上厕所，我想着1楼相对安全，便陪着他走到巷口。远远望去，诊所卷帘门半开，屋内灯火明亮，还隐约传来电视的声响。小轩发消息询问 MM 回复说自己和一位男性朋友在诊所吃晚饭，可我们越走越近，越觉得不对劲。卷帘门虽然半开，但内部的玻璃门完全敞开，候诊室一片狼藉，餐盒翻倒，食物散落一地，饮料泼洒在座椅上，顺着扶手不断滴落。场面像是两人吃饭吃到一半，突然遭遇极致的恐惧，仓皇弃物逃跑。小轩连声呼喊 M 的名字，无人回应。 M 的手机落在沙发上，持续响铃，无人接听。我们立刻跑到巷口的便利店，发现 M 独自坐在角落，浑身发抖，眼神空洞。无论我们怎么呼唤，
他的反应都十分迟钝，如同隔着一层水雾看人。便利店店员紧张地询问我们要不要叫救护车，说这个女生近期经常独自跑来便利店，次次脸色惨白，状态异常。小轩心急之下抬手轻拍了 M 一巴掌， M 才猛然回神，像从水底浮出水面一般，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深深掐进我的皮肉，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：他在地下室，快去救他！时至今日，我依旧不愿回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小轩留在便利店安抚崩溃的 M， 我独自冲向诊所，绕到后方的地下室入口。地下室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站在楼梯口，伸手触摸开关面板，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一路蔓延到后脑勺，啪的一声，灯光亮起，我快步冲下楼梯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面一面碎裂的镜子，裂纹如同蛛网遍布，镜子的碎片倒映着天花板的灯管，碎成无数段惨白的光影。除此之外，地下室空空荡荡，看不到任何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细微的声响，从更衣室内部传来嚓啦嚓啦嚓啦，像是指甲用力刮擦粗糙墙面的声音。我快步走到更衣室门口，推门而入。M 的那位男性朋友正跪在地上，他的身前是地下室角落那只半人高的陶瓷假花花瓮，原本插在瓮里的塑料花早已散落一地。他将双手伸进花瓮内部，用指甲疯狂刮擦瓮壁。他不是在刨土，是在硬生生刮磨陶瓷内壁。10根手指的指甲大多翻起、破损，鲜血混着瓮底的灰尘，糊成一片暗红的泥浆。他全程面无表情，感受不到丝毫疼痛，脸上还挂着那抹诡异的笑容，嘴角大幅度咧开，极度不自然，双眼死死盯着瓮底，瞳孔涣散，凝视着旁人看不见的东西。那抹笑容和陈医生当初描述的黑影笑容一模一样。我上前用力拉扯他的身体，却完全拽不动。他的力气大得超乎常人，整个人如同被死死焊在了花瓮之上。就在这时，小轩和 M 冲进了更衣室。两人进门的瞬间，男生像是被瞬间切断电源，所有动作骤然停止，身体一软，直接昏倒在地。我们3人合力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他抬上我的车。之后，我们带着昏迷的男生找到了一位熟人介绍的师傅。师傅只看了男生一眼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告诉我们，附在男生身上的不是普通的孤魂野鬼，也不是寻替身的厉鬼，这些东西是无数大小灵体纠缠汇聚形成的聚合体，它们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是人为请来的。我们急切追问缘由，师傅却不愿多言，只留下一句：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当天夜里，男生彻底清醒后， M 才断断续续拼凑出了完整的经过。这名男生是 M 的朋友，胆子很大，从不相信鬼神之说。当晚他带着卤味来诊所陪 M 值班，两人在候诊室吃东西闲聊，一切正常。之后 M 起身去洗手间，留下男生独自在候诊室。等 M 从洗手间出来，发现男生独自坐在诊疗椅角落，低头沉默不语。 M 喊了他好几声都没有回应，他以为男生在故意恶作剧吓人，略带生气地独自坐下吃东西。吃了许久，身后始终没有半点动静。他转头的瞬间，浑身血液几乎冻结。男生静静站在他身后，距离不足1尺，脸上挂着那抹诡异的笑容，嘴角咧至耳根，双眼空洞无神。 M 的直觉瞬间告诉他，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朋友。不等他反应，那个被附身的男生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步伐移动，膝盖完全不弯曲，整个人如同被拖拽着一步步走向地下室，消失在楼梯拐角。 M 吓得双腿发软，僵在原地瑟瑟发抖。片刻后，地下室传来哗啦一声，玻璃碎裂的巨响。他彻底崩溃，不顾一切冲出诊所，躲进了便利店。而男生清醒后回忆， M 去洗手间时，他原本打算恶作剧吓一吓对方，可他刚站起身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阴冷低沉的怪笑。下一秒，他的意识彻底断开，醒来就已经躺在了车上。所有的诡异线索最终全部指向了吴老板。
指向了那尊被他用报纸包裹带走的神秘神像。那尊从诊所开业起就供奉在地下室角落的黑色无名神像。后来我们多方打听才得知真相。20多年前，吴老板的诊所生意惨淡，濒临倒闭。经人介绍，他专程前往泰国请回了这尊神像。介绍人告诉他，这尊神像可以招财旺运，盘活生意，但供奉有着严格的规矩，需要日日祭拜，恪守禁忌。起初吴老板谨遵规矩，诊所生意日渐红火，从濒临倒闭变得门庭若市。可时间久了，他慢慢心生懈怠，供奉愈发敷衍，也不再遵守各类禁忌。但那些被他请来的灵体并没有因为主人的怠慢就此离去，他们从神像中蔓延而出，彻底扎根在了诊所的地下室。此后他们开始频繁现身，出现在楼梯间、诊疗室、更衣室的镜子前。他们不断模仿人类的行为，关灯、收整财物、跳舞、发笑。吴老板早就察觉到了异常，取走神像是他最后的补救手段。可他带走的仅仅是神像的空壳，那些灵体早已脱离神像，四处游荡。他们最终栖身在了那只陶瓷花瓮之中。当晚男生疯狂刨刮的正是这只藏着灵体的花瓮。至于吴老板后续找了什么人，用了什么方法彻底处理这件事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他将诊所停业2个月，全面重新装修，并用水泥彻底封死了整间地下室。重新开业后的诊所再也看不到任何诡异的痕迹，但小轩再也没有回去上班。经历过这件事不久，他就递交了辞呈。我也没有半句劝阻。2027年，我回台北办事，再次路过信义区的那条老巷子。老旧的牙医诊所早已彻底消失，整条老街全部拆迁重建，原地建起了崭新的商办大楼。1楼是咖啡厅和便利店，2楼以上都是写字楼。玻璃幕墙倒映着秋日的阳光，明亮又崭新，看不出半点旧时的痕迹。我站在马路对面等红灯，看着眼前人来人往，热闹繁华。大楼正门口有一处景观喷泉，水流从地面的圆形出水口喷涌而出，哗啦作响。那个圆圆的出水口，形状酷似当年地下室的那只陶瓷花瓮。红灯跳转成绿灯，我抬脚准备前行。巷口吹来一阵冷风，喷泉的流水声骤然变调，混入了熟悉的声响。嘿嘿嘿，我停下了脚步，身边的路人依旧步履匆匆，无人回头，无人察觉。整条街上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那阵阴冷的怪笑。我双手插兜，低下头，快步向前走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